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可能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。内分泌失调对身体伤害呢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身体出现这3种表现，你就该调节内分泌了。表现1：月经不调。对女性来说，内分泌失调首先就会影响到月经。如果本来正常的月经突然出现月经周期紊乱，那就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，要多注意。表现2：皮肤变差。内分泌对皮肤的新陈代谢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内分泌失调，皮肤新陈代谢受到影响，就会出现皮肤变差、长痘、长斑等情况。表现3：身体变胖。内分泌失调会影响到新陈代谢，这时体内堆积脂肪和垃圾，就会导致身体发胖、身材变形。所以一旦出现这3种表现，就要好好的调理内分泌了。那除了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平时呢还要坚持运动，或者是用食疗的方法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吃点葛根。葛根属于中药材，其中富含黄酮类物质和葛根素，能调节内分泌，促进雌激素分泌。经常吃能让你皮肤变好，保持年轻。生活中很多人呢都有脾胃虚弱的时候。那脾胃虚有哪些表现呢？通常有3个，分别为食欲较差、脸色发黄、便秘。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。如果脾胃虚，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。那不妨常吃2种食物吧。1: 红薯。红薯是一种粗粮，其中富含膳食纤维成分。那经常吃呢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还能够健脾祛湿，调理脾胃。可以烤着吃，熬成粥，或者是做成地瓜饼。玉米须。玉米须可是个宝，其中呢含有的纤维素很高，那用它泡水喝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保护肠胃，还有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的功效。那经常喝，脸色也会变得脾胃虚的人，记住少吃2物，多喝一水，脾胃慢慢强壮起来。少吃辛辣的食物。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容易给胃黏膜造成损伤，对脾胃健康不利，所以脾胃虚的人要少吃，这样脾胃会感谢你。少吃生冷的食物。脾胃虚的人要注意，生冷的食物也要少吃，如果经常吃会损伤脾胃，影响消化。那想要养好脾胃，还可以多喝一种水，那就是用生姜泡水喝。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除此之外呢，生姜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脾胃不好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健脾祛湿，养护肠胃健康。如果能搭配一些蜂蜜，健脾效果会更好哦。出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1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2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是脸色发黄，还总没食欲，这可能是脾胃虚、气血不足惹的祸。那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调理脾胃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哦。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抬起双脚，这样相互的碰撞。碰的时候最好是光脚，这样每次碰3到5分钟。这样碰脚可以刺激到脚部内侧的太白穴和公孙穴。这2个穴位是脾经上的穴位，有很好的健脾补脾、补足气血的作用，可以每天早晚都碰一次。脾好了，那么气血和口味也会跟着好。气血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，那女人只有气血充足，才能拥有健康和好的气色，所以当贫血时要及时的补血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。第1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有补血果的称号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帮助活血补血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所以经常吃桑葚能改善贫血。第2种，黄芪。
黄芪含有一种多糖成分，有补气养血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如果再加上点大枣，那就能够双重补气血了。那经常贫血的女性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和保暖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有助增强体质，预防贫血。蒲公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人呢都喜欢用它泡水喝。蒲公英的好处也有很多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一，清热解毒。蒲公英中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的聚糖成分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保护肝脏，降肝火。好处二，养胃。现在很多人都有饮食不规律的情况，经常吃快餐、外卖，这样时间长了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大家不妨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理毒素，起到降胃火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有很好的效果。好处三，美容养颜。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女性朋友可以试一试。虽然蒲公英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两类人要注意，最好不要喝。第一种，有慢性肠炎的人，如果经常出现腹泻，就不要喝蒲公英水了，因为蒲公英性质微寒，会加重腹泻、腹痛的情况。第二种，血压低的人，血压低的人也不适合喝蒲公英水，因为蒲公英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，所以要注意。那以上就是气血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，从我们五脏到形体、四肢百骸都需要气血的濡养。如果气血不畅，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。动作一，站好了，全身放松，然后上半身和手臂一起左右的扭动，头也跟着动，这样左右手要轻轻的拍打腹部和腰部，这样反复做100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腰部和胃部的气血运行，对打通上半身的气血也有帮助。动作二，双腿微微弯曲，两手放在大腿处，然后左右的扭动膝盖，这样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做10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下肢的气血运行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下，身体更健康。很多人平时总喜欢生气，这样时间久了呢，就容易气滞血瘀，导致气血不通。那气血不通对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哦。那气血不通该怎么调理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脚掌踩地，将2个脚和2条腿并在一起，然后2腿向外打开，再相互的碰撞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。这样碰腿可以刺激到大腿的血海穴，而血海穴有调理气血的作用，所以每天这样碰碰腿可以帮助打通气血堵塞，让气血更充足哦。那气血不通的朋友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红枣有很好的补气血的作用。前列腺不好，多吃2物，常做一动作，呵护前列腺，为男人味加分。第一，多吃含番茄红素的食物。那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就很多，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男性朋友经常吃可以帮助保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二，多吃含锌的食物，锌元素也能维护前列腺健康。像我们常吃的瘦肉、猪肝、鱼类等都含有很高的锌。除了多吃2物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提肛运动。提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带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。那每次做5分钟就行，对前列腺健康。年龄的增长，女性朋友脸上胶原蛋白流失，很容易出现皮肤松弛、皱纹增多的情况。虽然变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延缓衰老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你紧致肌肤。大家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可以先在脸上涂抹一些润肤乳，然后将食指和中指摆出剪刀状，在我们的双下巴位置向耳朵后面滑动20次，再从下巴中间位置沿着下颚骨向耳垂滑动，也是滑动20次，最后再从嘴角这个位置沿着颧骨向太阳穴滑动，同样滑动20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小动作，早晚各做1次，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，对缓解皮肤松弛、下垂、长皱纹有很大帮助。皮肤松弛下垂的原因有很多，
精神原因、熬夜、紫外线照射等，这些都会使皮肤失去弹性，皱纹增多。所以女性朋友平时要学会保养自己，这样才会越来越年轻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还知道哪些美容养颜的小方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